藩镇之要，在于自掌兵权、财权、利权、势权。诸权之中，以兵权为首。只要收了兵权，财权、利权、势权皆可缓缓收之。这一篇《削藩策》，是陛下与吾盘桓良久之大计。第一步，前朝的功臣众将以御史明和其罪，昭示朝野，或诛或处，继而治其衙部众属，取其兵众健壮者，以时禁军三衙；老弱者，裁汰之。第二步，有拥立之功的故交旧部，由先生这个签书枢密院士统揽其事，逐次削之。恭顺者留，悖逆者诛。这第三步，收诸镇财权于三司，收吏权于吏部和两府，分事权于各州县。这便是陛下与大王所拟的削藩之策。不错。有何不妥？国事岂能儿戏？陛下欲求大道，却是鬼域之行，还奢言欲效唐太宗，你尚知廉耻二字啊！陛下既然要削藩，为何要将前朝之臣跟陈乔义的功臣故交分了亲疏远近？如此朝廷大政，陛下却不能行以公信。不要说天下藩镇，就连自己的贩夫走卒又何能心服呢？司马普，不要不知好歹，凡事都有经有权，大话好说。要真做了实事，那必然有先有后，有易有难，先易后难，此乃世之常理也。笑话！非常之事必赖非常之人，这是大王自家方才所说的。现在又说起世之常理，若事事按世之常理，陈乔义中，陛下又岂得为天子呢？司马普，你不要太放肆。这也正是臣要对陛下说的。陛下欲行百年未有之事，欲创太平安定之势，用事和行政便不当循乱世之恶例。《魏征传》有言：以铜为鉴，可以正衣冠；以史为鉴，可以知兴替；以人为鉴，可以明得失。欲正人，先正己；欲削藩，先治朝风；欲治前朝旧臣，先治故交旧部。近者尚不能理，况疏者乎？若先治了故交旧部，那前朝的元戎众将造了反，靠谁去削平？难道靠先生这一般只会啧啧空言的书生吗？陛下如果行事以公，他们又何以会造反呢？依先生所言，那5代之中代代有人造反，那都是君上行事不公所致吗？难道不是吗？李克用父子为何要反朱全忠？石敬瑭为明宗天子的女婿，为何又要反李从珂？前朝世宗皇帝若不是被刘氏无罪诛杀了满门168口，又何以会起兵反乱呢？臣在陛下和大王所拟的削藩之策中，不曾见到天下太平，通篇入眼的皆是“入人以罪”4个字。太平之事，行政当轻。200年的乱世，200年的滥杀，陛下若终结此事，欲罢天下藩镇，欲使四海归于，欲治九州太平。如果靠杀人，是做不到的。司马钦的史书读得比朕熟，但你可曾见过历朝历代有不杀人而治太平的吗？前人或有不足，当陛下使之。凭什么？就凭陛下生在一个不杀人便不得活的乱世。陛下若是不能以不杀开死天下之先例，便做不得这太平天下之君。
是太平之君的枢密承旨，做不得这乱世之贼的签书枢密院使。他眼里只有黄豆。最前王全斌觐见陛下。赵相公，陛下，他的罪你定了吗？经两府合议，中武军节度使、西川路行营都部署王全斌，违例约束，专杀降兵，擅开公堂，致群盗之充斥，以致在牢吊发，方获平宁，继命悬归，而衔冤之诉，日拥国门，称其隐没金银、西域、钱帛16.700余贯，又擅开丰德库，至失钱28.2千余贯。王全斌，听明白了吗？辜负圣恩，罪该万死。万死能赎你的罪吗？当知何罪，两府可有所议？王某死罪，当以折刑，夷其族，妻女发卖于教坊。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，臣罪无可恕，死于朝然。陛下，陛下，唯愿陛下天恕国臣的家人及诸众。恕？你居然还有脸面跟朕提一个恕字？西蜀之地10几个州郡将你逼得降而复返，多少人妻离子散，多少人死于盗左，多少人家财一空，又有多少人罹难于被你生生造出来的这场兵祸？朕今日若恕了你，那些被你逼得家破人亡的冤魂，又有谁来恕他们？以你之罪，今日但凡有一人敢与朕言你有可恕之理，朕便恕了你。陛下，臣有话要讲。司马普，朕现在不想听你说话。若以残民论，王某之罪无可恕之理。但臣想说的是，赵相公以及诸位相公所议之罪，非王某一人之罪。若论有罪，今日帐下人人有罪。非止如此，200年来，历代君王、公卿、大臣、节镇、将校，人人有罪。你是昏了头了，还是吃错了什么东西啊？200年之乱世，200年之滥杀，200年的兵子横行，200年之鱼肉百姓，200年之故事如此，故而王某今日亦如此。陛下若能诛尽这200年来人心离乱，今日杀了王某一族，臣无话可说。若陛下不能，臣纵万死，也要明奏君前。今日有罪者，非王某一人也。依儿所言，那朕也有罪了。陛下乘乱世之丧乱，以兵子而为天子，
岂曰无罪？陛下，此乃狂言谤君，有大不敬之至，有司当论一罪。陛下，此辽指斥圣愚，无人陈礼，臣等请诛之，以敬天下。臣等请诛之，以敬天下。朕自带兵以来，自问行事或有参差，但从未有过残民之举。以兵子而为天子，亦非朕之所愿。你以此罪朕，良心何安？以王某为西川行营都部署，受其中武军节度使的治书之上，可有陛下之心？陛下如今已经不是兵子了。《道德经》有言：“受国之垢，为社稷主；受国不祥，为天下王。”万方有罪，罪在正宫一人。哪吒帐中人人有罪，你自家也立于帐中，你也有罪吗？臣既生于乱世，今日复立于朝堂之上，岂可曰无罪？臣曾谏言陛下，陛下要治的非一人之罪，而是这200年的乱世，200年的滥杀，200年的功罪轮回。欲消太平之事，当治太平之法。好，你告诉朕，何为太平之法？以王某之罪，就算是汉高祖入关之约法3章，也该死1万次了。自古杀人易，诛心难。臣并不曾讳言王某之罪，残民之举，陛下诛之，谓之正法。于成平之事，必有益于世道人心。可陛下毕竟生于乱世，长于乱世，乱世杀人易，不杀难。陛下翌日还要平定四海，削平藩镇，应该还要杀很多的人。待陛下杀人杀惯，带着满朝文武、朝野上下、天下黎庶，看陛下杀人杀惯了。杀人即为天下法，可陛下想要的太平盛世，何在呀？陛下既许臣这太平盛世，臣便当今日一见得了这太平之事。臣生于乱世，曾为节帅募兵，现又立于朝堂之上，臣便是有罪之人。
臣就此辞别陛下。陛下，陛下，陛下珍重。说与官家听。我等着看他开创的太平之势。快去禀报官家！快去禀报官家！官家，官家，出事了！官家。赵相公，臣在。王某的死罪，朕替他担了。陛下，朕承天下礼数以万死之罪，当酬九州民人以生生之事。王全斌的金节朕收了。责授崇义军节度观察留后。陛下万岁！
万岁！万万岁！陛下万岁！万岁！万万岁！陛下万岁！万岁！万万岁！